是一杯卡靠，而且是燕麦奶的卡靠，就图方便嘛，然后就直接把奶粉放到里边，然后这样子喝。只有那2款白菜做出来的这个烫饭是最好吃的，我觉得中间。看它这个的话，它没有偏红色，我要把你给做了。3香意面其实用到水好香啊！你们吃不吃鱼皮啊？我连续吃这个意面吃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。这个煮鸡蛋的，我就吃1个鸡蛋，我就把它水放到这个刻度这里就可以了。今天吃这个碗吧，好久没有用它了。这款是我最近新发现的一款还不错的酸奶，它其实就是希腊酸奶，奶油状的。这个希腊酸奶加草莓加蓝莓真的是无敌的好吃，或者加点香蕉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之前我不是都是自己做嘛，然后我觉得有点太耗时了。我在超市找的这一款还不错，然后它里边是加的有核桃和巧克力的，这样子吃起来就非常简单，而且很快。这是因为我拍视频所以有点慢，但是实际上的话做这个超级无敌的快。最近我的抹茶喝完了，我就没有怎么喝抹茶了，然后一般的话就是喝这样子的浓缩咖啡，一条一条的，而且非常好的是它这个独立包装，它是纸做的，所以还不错。然后你们之前看的我那个 vlog 里边喝的那个茶就是这一款波士茶，我特别喜欢喝，而且它没有咖啡因，所以就是每一天从早到晚你喝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压力。然后我最近还在喝一些可可，超市我觉得是畅销品，这个是瑞士的可可粉。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，因为之前你们看到的像我瓶子里边装的这个奶的话，就是用这个燕麦奶粉来冲的。这个燕麦奶粉的话，你不仅可以用热水来冲，也可以用凉水来冲。其实这个牌子它自己旗下的话，它是有那个盒装的燕麦奶的。它说这样子的燕麦奶粉呢，是呼吁大家多买点这种燕麦奶粉来自己在家里边用瓶子，或者是你想喝的时候就立刻就调一杯，这样子就可以少掉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包装上的浪费。盒装的燕麦奶它的盒子的话是属于黄色垃圾的，如果像是可回收的玻璃瓶的话，你也不用拿去到那个超市里边再去退了。调好的在这个瓶装里边，我就把它放到冰箱里边，大概可能2-3天我就把它喝完了。像我喝茶的时候，我就是倒这个瓶装的。像我调可可的话，就是真的超级无敌方便，完全就是懒人必备。2勺燕麦奶，然后再来舀一点点可可粉，把它们搅拌搅拌，热点水就可以了。哈哈，这个是一杯卡靠，而且是燕麦奶的卡靠。哎呦，真的就是早饭吃真的太重要了。
天中午就准备吃剩饭，因为昨天我做了那个米饭的，然后这个电饭煲里边还有点剩饭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，反正我们家我就是从小吃到大的一款烫饭，所以我爸妈从小就给我吃剩饭。难怪我长得不高，好吧？用到的材料也不是特别的多，就是鸡蛋和白菜。但是我这个是牛心白，但是大家最好是用那种大白菜或者是包包白去做，因为只有那2款白菜做出来的这个烫饭是最好吃的，特别是包包白。我是因为没有材料了，所以就用一个牛心白来吧。打几个鸡蛋都可以，我就打4个，对，4个鸡蛋。我自己一个人吃，又怎么样呢？这个包包白或者牛心白，我觉得一定要吃手撕的，会更好吃一点，就感觉有灵魂一些。炒蛋炒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最麻烦的就是要把这个饭给碾碎，然后你就有些时候真的是使太大劲了，你就把它碾不碎。炒饭的时候就压碎了2个锅铲。然后再放一点调料，一点点盐。我比较喜欢再放一点鸡精就看个人口味。然后再把白菜放下去。如果你们喜欢多吃一点汤的话，就多放一点水，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。就是这样子的一碗，准备一点点小菜。里边不要放葱，葱的那个味道会覆盖掉这个鸡蛋和白菜的那种奶香味儿吧，我觉得是一股。不对，今天有繁花。邀您观看繁花。是该想清楚了。侬叫啥名字啊？我叫小谷，我爷叫我跟侬多做一些。搞啥么子？爷帮我讲了，侬会得变稀饭，1块变10块。外面真的好冷啊，我感觉整个耳朵都快冻僵了一样。等我去换一下衣服啊！我刚刚去超市买了条鱼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准备做一个，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豆豉蒸鱼，再加上一个那个蒜香炒意面。我第一次吃那个蒜香意面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厅。我吃了过后立马就回来复刻了，因为做法真的非常非常简单，一定要给大家强烈的推荐一下。对，蒜香意面用到的东西很简单，刚刚拿那个温水来泡了一点点蒜，这个是我这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奶奶教我的，用温水来泡蒜，然后它那个蒜皮和蒜就很容易
拨开，你这样子就能够得到一整个蒜。虽然说我们炒蒜香意面不会用到一整个蒜，然后还有用到的就是小米辣。其实这个小米辣也可以用干辣椒，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根据自己吃的辣度来决定，一般我是放2颗。很重要的就是欧芹，但其实如果买不到欧芹的话，也可以用香菜代替。我个人觉得其实也可以用香菜代替，就没有关系的。做豆豉蒸鱼的东西大家都应该很熟悉，就是一条鱼里边放点姜丝，然后葱丝，然后最多如果你觉得想去点腥味的话，你就用那个料酒稍微码一下，或者盐稍微码一下。像在福来堡是属于难得嘛，然后这边就非常难得能够吃得到新鲜的鱼，一般就是这种冷鲜的这样子的鱼。我一般就是买鳟鱼来做蒸鱼，我是买白鳟。不过它中间的这条鱼线，你看这边就很浅很浅的一条，中间的这条线看到了吗？如果这一条线是偏红色的，那它的鱼肉就是那种像三文鱼一样的颜色。但是你看它这个的话，它没有偏红色，它就是它本色。那这条鱼它就已经是白色的白肉的鳟鱼。不过你买鳟鱼的时候，你肯定能看得到它里边到底是白的还是红的，对吧？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要把你给做了。我一般吃鱼的话就是去头去尾，我个人觉得去头去尾过后，这个鱼其实腥味就不是特别大了。这个蒜的话，可以切成蒜粒或者是蒜片都没有问题，就是看个人口感。我就切成蒜片了，蒜片的话方便一些。意面的话，我选的这个5号意面。可以先把蒜放进去，让它慢慢的熬出味道。再把这个欧芹放下去，这样子，哇塞，这也太清香了，哇塞，好香啊！其实可以再有点那个葱丝，少盐的酱油可以再加一丢丢，一汤。这个饮料的名字叫 Tantenliebe， Tanten 就是 Tantenbau， 就是冷山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们大家
比较熟知的那个圣诞树，那种松树一样的。平时喝多了一些汽水过后，然后偶尔喝点这种植物系的饮料，还觉得就是口感会特别的清爽。主要是它的味道其实还挺特别的，在德国的小伙伴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我连续吃这个意面吃1个星期都没有问题。太好吃了。放那个意面汤的时候，我建议就是差不多这么大一卷意面的话，舀那个汤勺1勺半，我觉得稍微的要湿一点点，这个意面的味道会更加的，就是浓郁一些。非常重要的3个东西就是第一，欧芹，如果没有欧芹的话，用香菜代替。第2的话就是黑胡椒。第3就是意面的那个面汤，因为意面的面汤刚好合适的话，它能够把黑胡椒的味道煮出来，我觉得有点像加了奶的那种味道啊。然后那个欧芹再和那个汤混合，味道就一下就全部就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就是以前我在我的 vlog 里边有出现过那个虾仁儿，那个虾仁意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种做法，只是说当时我没有欧芹了，然后就把欧芹换成了香菜。然后那款意面的话也非常好吃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因为是素的，对，非常非常好吃，真的，一定要去尝试一下，而且很简单，材料原料都特别特别的简单。你们吃不吃鱼皮啊？反正我是不吃鱼皮的人，它没有什么刺的这个鱼，这个鱼蒸20分钟就够了，就会特别特别的嫩。我一个人可以吃这一条都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陈大厨太厉害了，这个绝对的。因为我是在长江边上长大的，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吃鱼。再加上在德国就不是那么容易吃到，所以就更喜欢吃。每次回国的时候，我爸妈问我你要吃什么，就吃鱼，顿顿吃鱼都可以。